萧初然此刻已经感觉整个世界观都被颠覆了。没想到叶晨不但是燕京叶家的少爷，他的身世背后竟然还有这么大的悲剧和阴谋。燕京叶家已经是全国最顶尖的家族之一了，而且叶晨的父母也都是当年国内外华人圈里最出名的人中龙凤。可即便是他们这样的人，也无法面对背后的敌人，甚至要在死后把叶晨安排到府，立愿隐姓埋名来确保叶晨的安全。那他背后的敌人又是怎样的庞然大物？萧初然此时已经顾不得去细想叶晨这么多年欺骗自己的种种，他紧张不已地问：难道那个组织到现在还在追杀叶晨吗？没错，唐四海重重点头，严肃道：如果被他们知道少爷还活在这个世上，他们一定会尽全力追杀他。萧初然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很是愤怒地说：叶晨当初明明还只是个孩子，他们跟一个孩子能有什么深仇大恨？他从小到大已经吃过这么多苦了，为什么对方还不愿意放过他？唐四海摇头苦笑：叶太太，这世上很多人是不讲道理的，对方这么多年就是想让少爷和他的父母都从这个世界上消失，斩草除根才是他们一直以来坚持不懈的。还有一层原因，唐四海不能说给任何人听。吴飞燕一直都怀疑当初和叶长英一起死在常胜伯手里的那个女人并非安承熙本人。她这么多年没有放弃寻找叶晨，没有放弃监视安家，甚至当初在纽约试图将安家灭门，其实都是为了引叶晨的母亲安承熙露面。如果吴飞燕知道叶晨还活着，她一定会拼尽全力暗杀叶晨，因为她知道只要安承熙还活着，那她找到叶晨，即将斩杀叶晨的那一刻，安承熙一定会出现。萧初然这时看向唐四海，问他：那唐管家找到我有什么用意呢？是为了告诉我这些隐情吗？是叶晨让你来的吗？不是，唐四海郑重地说，在下今天斗胆来找叶太太，少爷他本人并不知情，而我来找叶太太，是想求叶太太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能比较困难，但我还是恳请叶太太不要拒绝。萧初然连忙道：您不用这么客气，如果这件事情我能为叶晨做些什么，无论什么代价，我都愿意承担。唐四海调整了一下呼吸，随后看着萧初然的眼睛，非常认真地说：叶太太，我希望您能从少爷的世界里暂时消失。消失？萧初然惊骇地问：为什么要让我消失？我就算不能帮他报仇，也可以在他身边支持他。唐四海缓缓地摇了摇头，非常认真地说：叶太太，您并不知道少爷的敌人究竟是怎样可怕的存在，只要你还在少爷的身边，他就永远无法真正放开手脚面对他的敌人，而一旦他的敌人找到他的那一刻，您和您的家人都会成为他的累赘。萧初然皱紧眉头，不解地问：这些人再厉害，能大过法律吗？难道叶晨不可以报警吗？难道不可以寻求法律保护吗？唐四海笑了笑，问他：叶太太，如果我告诉您，少爷的敌人麾下有几万甚至几十万随时可以为他拼命的死士，您觉得法律能保护他吗？如果我告诉您，这些死士遍布世界各地，隐藏的无懈可击，随时可以向少爷和他的家人发起自杀冲锋，您觉得法律还能保护他吗？如果我告诉您，他的敌人本身是一个活了400多年，并且法力通天、心狠手辣的老妖怪，您还觉得法律能保护他吗？萧初然一脸骇然，脱口道：这怎么可能呢？这是现实世界，又不是神话传说，怎么可能有人真的活了400岁，并且法力通天？说罢，他察觉到了什么，表情忽然冷了下来，认真道：如果唐管家觉得我配不上叶晨，或者是叶晨觉得我配不上他，都可以直接告诉我，只要说实话，我萧初然随时随地可以净身出户，绝不拖泥带水。可是您用这样的说辞来糊弄我，您不觉得太可笑了吗？唐四海苦笑一声：您是叶太太，是我们少爷的合法妻子，我们少爷这么多年在您家里忍气吞声，也都是为了您啊，否则的话，就算叶家不给他任何帮助，以他的性格，
一个人在工地搬砖，哪怕整日吃住都在工地上，他也一定绝无怨言，并且乐在其中。所以他又怎么会认为您配不上他呢？萧初然自知他说的有道理，于是又问，那你编造这些说辞又是什么用意呢？唐四海感慨一声，仿佛瞬间苍老了几岁，唏嘘道，叶太太，这个世界本来就是多面的，您生活的世界只是其中一面，所以您并不知道少爷的真实身份。可即便您知道了少爷的真实身份，这也只是世界的两面而已，这个世界还有第三张面孔。在第三张面孔下，有的人能够活几百岁而不衰老，且有远超常人的通天本事，就像你平日里看过的东方神话故事或者是西方神话故事，那里边的很多东西并不只是古人的幻想而已。萧初然瞠目结舌，一时间不知该信他还是不信。从自己的理性看待，唐四海说的这些话不着边际，完全没有任何可信度。可是从自己的感性来看，唐四海说这番话的时候，完全看不出丝毫撒谎的痕迹，极其真诚。而唐四海见他依旧疑惑，便对一旁的景清说道，景清法师，您恰好就处在这个世界的第三张面孔，辛苦您让叶太太窥探一二吧。景清点了点头，双手合十，对萧初然说道，阿弥陀佛，施主既然不相信，那贫僧就斗胆让施主看一看何为修道。言罢，他看向寺院里香客前几日进献的花束，那些花束都是大棚里培养出来的温室花朵，在清冷的寒冬中能够保存的时日并不算久，只是1-2天的功夫就已经褪色枯萎，变得毫无生机。他走上前去，将那束花轻轻捧起，转而又来到了萧初然的面前，将花递给他，问，请问施主，这些花可还有生机？萧初然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都已经干枯成这个样子了，又怎会还有生机呢？说罢，他一脸惋惜地感叹，这种鲜切下来的花朵，如果放在温暖的地方，再插入水中，或许还能多活几天，直接就这么摆在佛堂里，又清冷得很，肯定不会再有什么生机了。景清点点头，阿弥陀佛，施主眼中有慈悲，对花花草草都是这般，此为大爱。说完，他将体内为数不多的灵气汇聚于指尖，轻轻点向萧初然手中的花束，认真道，施主请看，生机回来了。